嗨，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cluster 封包的制作。你是不是有些电池组的使用率很高，但不想要每次都重新自己编写呢？当我们使用 Grasshopper 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尝试来自己制作看看电池了。除了在 IDE 里面编写一行一行的原始码来制作电池之外，我们也可以试着使用 Grasshopper 里面内建的封包电池组来制作。这支影片将以之前037切片制造的案例来尝试自己制作专属电池，可以自动产生切片的板材。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先来制定整串封包的程式逻辑。那这边的电池流程我会快速的带过。首先，我们先汇入之前在037的这根柱子，它是一个 BREP。那我们这个起始的 BREP，我们使用 Contour 将它切片。那我切片的基准点这边，我们先使用原点，我这边使用 Construct Point。那我们这边每层先给它暂定3个单位，这么一来我们就取得了每层切片的轮廓线。那接着我们将这个轮廓线形成一个基准的平面 surface， 然后把它往上挤出。这边一样维持前面切片用的3个单位。好，目前这样就大致完成了。我把前面这边的先隐藏起来。那我们在写封包电池组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它使用上的通用性。目前这边我们是只针对一个在原点位置的 BREP 来操作。那设想各种使用者可能面临到的状态，它可能会有多个的 BREP，而且它可能是会在空间中不同高层的位置。那像这样子的写法，它可能就不太具有通用性。我们可以在 Rhino 里面试着模拟一下。我先把它 back 回 Rhino， 然后我这边试着复制3组，然后我把它在空间里面任意的移动不同的高层，然后我们重新把它汇入进来。这我先把它隐藏。接着呢，我们在侧视角来观察一下它切片的状态。我把原始的这个 BREP 也打开。那可以观察到它目前切片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放大一点看，以这根柱子来说，它每层切片的基准是以世界坐标000开始，然后每往上3个单位就切一次。这根也是，所以你看这边下面这边有一点点是没有被整除，没有被切到的。所以当我这根柱子的起始高程，它在像是7或者是2.5等这种3没有办法整除的数值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切片的形状。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调整一下每根柱子要开始切的这个基准点。但我现在想要把它改成是依这每根柱子的最底端开始，然后再往上3个单位来做切片。也就是说，如果这根柱子的高程是在2.5的位置，那它就是从2.5开始，每往上加3，像是5.5、8.5、11.5这样子往上切，一样是每层做3个单位。好，那接着呢，我们可以用 bounding box 来取得这每根柱子的最大的范围。有了这个最大的范围之后，我想要取它最底下的这个面的中心点，来作为我们切片的起始参考点。因此，我们把这个体炸开，然后取得它的中心点。那现在它是6个面的中心点都取出来，那我现在只需要 z 值最低的这个点。好，所以接下来呢，把这个点的资讯炸开，个别取得 x、y、z 之后，我们只需要针对 z 来做排列。我们用 sort list， 然后搭配 list item。好，这么一来呢，就可以把每个数字里面 z 值最低的点取出来，这个就是高程最低的这个点。
好，那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把这每根柱子最底下的点取出来了，这个就可以作为我们 contour 的参考的起始点。那你如果觉得从本来以世界坐标为零，就是这种绝对坐标的切片方法也不错的话，想要确保它在测视角的切片上面，想要让每片板材维持在同样水平位置的话，就可以保留这个做法。那这边可以写一个简单的判断来作为这两种不同参考点的切换。比如是 true 的时候，想要用这个世界坐标的00来切。那如果是 false 的话，想要以每个柱子最底的这个参考点来切。我们可以用一个 get 搭配布林值来切换。这边用 string filter， 它在 set 标签底下这里 string filter。这边快速示范一下，假设我这边写早安，然后这边是晚安，个别把它送进来，然后我这边给它一个 boolean toggle。好 ，false 的话在程式里面代表是0 true 的话是1，也就是说我现在早安这个它是接到0 false 的这个位置，当前是 false，所以我后面这个输出的值呢，它就会是 false，也就是早安。好，如果我改成 true，它就变晚安。所以这个的话就可以当做一个很简单的阀值的切换。这边就可以把原点跟这个每个柱子的参考点，我们个别把它送进来。好，原点我刚是说想要是 true 的时候，然后这个是 false 的时候，先把它删除。好，所以 true 的话会是000，false 的话会是这每根柱子的最低点。那我们在把这个新的参考点送进去之前，可以观察一下它目前这个 list item 所选取的每个柱子最低的点，它现在已经是变成了 tree 的结构。那这个的话，就会跟我们前面这个它是 list 状态的这3根柱子，它会配对错误。因为我现在是希望这根柱子配这个点，这根柱子配这个点。除了我们在功能性上面的通用性之外，我们也需要留意到资料结构上的通用性。无论我送进来是一根柱子、3根 list 状态的柱子，或者是3根 tree 状态的柱子，它都应该要可以正常的使用。那为了可以确保适应各种的资料状态，然后我们又不想要更动到原本资料结构太多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将起始的这个 breadth， 我们先给它做一个 graft， 让它升阶，来确保我们后面资料结构的通用性。然后我们可以在后面这边按右键选择 simplify， 让它的资料名称是比较精简一点的。接着我们可以把它跟原本的这个 breadth 替换掉，我们 Ctrl Shift 按住，好，我再把它接回来。我稍微整理一下电池，这个先删除，这个替换进来。那我们目前做完的版呢，它每个都会再升一次阶，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有2层的结构。第一层的话是这3根柱子，它每根柱子自己是一个资料夹。那第2层的话是这每根柱子的资料夹底下，它又有每一片板材，它自己都是独立一个资料夹。那我现在是希望只要维持1层结构就好，也就是这一个资料夹底下有这每一片板材的档案。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用 Shift Path， 这可以将资料往回推，或者是说往上推1层。那这颗电池它的预设数值是-1，也就是我们要往回推1层，这边就不需要做更动。这颗电池可以视你目前的资料层级的状态，想要推多推少，往正推、往负的推，它都会有不同的效果。那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自己试试看。那这边推完呢，这边一个资料夹底下66个档案，
这边一个资料夹，底下66个档案。那最后我们再做一个小的调整。由于呢，我们 Ctrl 切完的这个线，这最后一条线，它的轮廓线最后一片，它也是往上挤出3个单位，因此呢，它全部这个板材的堆叠，它会超出我们这个 bounding box 的范围。那假设如果现在我不希望它超出范围的话，我们可以将最后一层这个 contour 的线，我们将它删除掉，这边就先隐藏了。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有使用 Shift Path， 所以这每根柱子底下它是 List 的状态。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Shift Path 往前移一点，也就是我想要先将这个 Contour 的轮廓线先做 Shift Path， 然后我们可以搭配 Cool Index， 把最后一个线段删除掉。那我在这边送进来，在这个 Index 这边我们输入-1，表示最后一个项目。这样无论你有几个项目，它都是取最后一个做删除。这个是删除前，这个是删除后，这样就把最后一个删除掉了。我们再把它跟原本这边的替换掉，把它送进来。好，那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超出最前面这个绑定的。那我们是在挤出后，再将最后一个板删除，跟把前面参考线段的最后一个删除完之后再做挤出，虽然最终的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运算效能的考量上面，这两种做法它就会有差异。那我们在写这种通用的电池组的时候，也可以把运算的效能纳入到你编写的考量里面。好，那这一小串就是我们要制作的封包电池组了。那在 Grasshopper 里面制作自己的封包电池组非常的简单。我们到 Parents 的标签底下 Utility 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Cluster Input， 还有这个 Cluster Output。好，这个 Cluster Input 就是我们要制作电池的它所有的参考值或者是变数参数，也就是我们一颗电池的左边的输入端它所需要输入的东西。那 Cluster Output 就是我们想要产出的东西，也就是电池右边的输出端。那我们这一整串它的 Input 会有3个，分别呢是起始的这个 Brep， 它是一个 Input。好，然后我再复制一个，这个参考点切换的布林值也是一个 Input。然后呢，接着是这每层的厚度，我也希望它是可以调整的。目前这边我们是先给3。好，那 Output 的话，我们给一个就可以，就是这最后的这个 Extrude 它是一个 Output。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别都替换掉了。我把它替换进来，然后这个也替换进来，这个把它这样接进来 ，Ctrl Shift 键按住。好，然后这边的话把它接到 Output。然后原始的这个参数电池，我们先把它往前移，因为等一下还用得到。好，那接着我们可以来自己命名这些名称。我可以在这边点2下。好，这边有它的名称、小名，也就是它的简称跟它的描述。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一颗原生电池来当参考。那我最喜欢呢用一个圆来当示范。这个输入值 P 的这个 plan 这里，这就是它的全名。那它的小名简称这个叫做一个 P。然后在这个 P 的输入端这边也有描述说它是什么功能，或者是它需要什么。它这边说它是一个基础的圆的平面。那好的电池这些描写跟备注也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确保其他使用者都可以看得懂，然后知道要怎么使用。
那即便你这个封包 cluster 只是写给自己用的，也不要相信自己在当下的记忆力，因为在未来呢，通常会忘记。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好，总之呢，备注多写一点是没有坏处的。好，那我就先把这个删掉。好，那我就来命名它。我这边输入叫 Brebs， 我的 nickname 我这边写 B， 那这边描述叫形状输入好了。好，然后这个布林值的切换呢，我们在这边就写4，那避免跟前面这个 Brebs 的 B 重复，我这边就直接打这样。然后这边写布林值切换，然后这个 distance 代表的是每个板材的厚度，所以我这边把它写厚度，然后 T 板材厚度，好 OK。那最终的输出这边呢，我就先不做更改。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边全选起来，还有这里这样，这边就是我们所有要做成一个封包的电池组。我们可以按一下滑鼠中键，然后选择这一个 cluster， 或者呢是我们按右键选择 cluster。好，这么一来它就做好成一颗封包电池了。然后我们可以把刚刚前面这边的输入端所需要保留的参数，我们把它个别送进来。breadth 厚度，布林值，我稍微缩小一点，这个先隐藏，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试着做这个布林值的切换，可以看到它切片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好，或者呢调整一下板材的厚度，这样就变比较厚。那如果你想要再次编辑刚刚的电池组呢，我们可以按右键选择 Edit Cluster， 这样就会进入一个独立的作业的界面，可以让你编辑刚刚这里面的电池组。那如果你编辑完之后有更动，你就选择这个 Save and Close， 它就会回到我们原本的这个 Canvas 的界面，或者呢，你直接点2下也可以进入到编辑的界面。那接着呢，我们可以来针对这一颗电池的外观或者是名称来做编辑。我们可以按右键选择这个 Properties， 我们可以来帮这颗电池取名字，像是它的内容介绍等等。好，我这个 name 我就叫做 Create Plates， 我们来做一个版，然后 nickname 我这边叫 CP 好了。这边我叫建立板材，那下面这边也可以写一些关于作者的介绍。Grasshopper 它是图像化的界面，因此呢，这颗电池的图示，它的 icon 是很重要的。那这边可以改这个封包的颜色，或者呢是也可以点选这个来挑内建已有的图示，但这样子的话，它可能就会有重复的问题。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自己画一个。那我这边已经有画好一个图示，就可以把它丢进来。好了之后按 OK， 这样子的话就做好了。那如果你有其他的考量，比如你是公司、法人、团体在使用，你不希望让别人知道这个电池内部是怎么写的，我们也可以加密码保护，在这边按右键选择 Assign Password， 这边你就可以设定密码来保护这个封包组。那在这个封包的保存的话，除了你可以直接像我们过往的存成 GH 档，然后每次用 copy 的方式使用，我们在这边也可以按右键选择输出这个 cluster 的档案，它的副档名就会是点 GH cluster。那这么一来呢，你后续如果要使用，你可以在这边直接用 insert cluster 把它汇入到 GH 里面。那如果你希望是更方便的方法，希望它是像上面这边的电池组或者是插件一样，可以每次直接都自动载入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封包先点选起来，
然后我们到 File 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Create User Object。那这么一来呢，就可以选择它要出现在上面的标签列的哪里。那我希望这颗电池它出现的位置可以跟Contour 电池它的位置是一样的。它原先是在 Intersect 标签 Mathematical 这底下。那可以看到这个标签列，它里面还有这一栏一栏的分区。这个的话是第一栏，这个的话是第二栏，这是第三栏。那我希望它出现在第二栏的这个位置里面。好，我一样再点选一次，然后在这边选择 Create User Object。它是在 Intersect 标签底下 Mathematical 这一栏，然后它是在哪一个 section 里面？刚刚说它是在第二栏里面，所以我在这边把它调整成到2。这边我就选择按 OK。那这样不用重开，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出现在 Intersect 标签 Mathematical 底下第二栏的这一个 section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创建的 User Object。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删除的话，我们在这边按右键就有这个删除 User Object， 按确定之后它就会做删除了。那我这边先不做删除。那这个 User Object 就是之前我们有教安装插件的时候，它另外一种插件类型。所以如果我们到 File Special Folders User Object Folder 这底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自己建立的封包电池组。那如果你想要把这个封包也传给别人，让其他人可以像插件一样这样子安装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档案传给其他人。那还有另外一种插件的类型呢，是点 GHA 的格式。那像这种的话，就是使用原始码编写的，比如像是 C#。那当你想要的功能是内建 native 的 GH 电池，它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原始码来编写一些自己的插件。那这个的话也是另外一种选择。那用原始码编写的插件，它的运算效能通常会再好一点，因为像是 User Object 的封包，它使用的都是 GH 里面它内建原生的电池。那像是我们刚刚有用到这个 Bread Deconstruct Bread， 把它炸开，它会同时取得面、边、点这3种资料。那边跟点这2种，我们在这一串电池组里面其实没有用到，我们只用到了这个面。那像这样子的状况，它就会有不必要的耗能产生。那如果我们是使用原始码来编写，它可能就是一行文字，然后选择面的类型，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了。它的运算是会比较快的。那要用哪一种方法，就取决于你自己的需求啊，或者是你的成本考量，你只要选择自己适合的就可以了。那另外，除了我们在 Grasshopper 外部来编写原始码，创造自己想要的功能之外呢，在 GH 内部里面我们也可以写，我们可以在 Math 标签底下的这个 Script 这边，目前可以在这里面写 C#、Python、Visual Basic 等语言。那有需要的话，就可以试着在 GH 里面写你自己需要的功能。那有一个题外话是，如果我们使用的是24×24或以下的像素，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图示拖曳进来。那这么一来，我们也可以更换这个 GH 里面它任何电池的图示，比如说像是这个 Prep 好了，我也可以把它拖曳进来，这样子做更换。好，算是一个小彩蛋吧。好，那这是今天的案例，我们可以试着来尝试制作自己的专属电池。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呢介绍了在 Grasshopper 里面制作封包 cluster 的方法。我们使用了之前案例一根造型柱来做切片，来当制作封包的示范。那我们在做切片 contour 的参考基准点时，有使用到一颗 string filter 的电池来作为阀门的切换，有使用布林值来作为世界坐标原点，跟每根柱子最低点来作为 contour 参考点的切换。那制作 cluster 的时候，有使用3个 input 来作为我们电池的输入端，然后输出端是使用1个 output。
最后呢，有介绍 Cluster 的储存跟输出的方法来制作自己的 User Objects。那有提到一个观念是，制作封包的时候需要考量到它的通用性、使用功能上的通用性、资料结构上的通用性，甚至是运算效能的考量，都会影响到我们在编写这一个电池组的时候所使用到的电池或者是逻辑等排列组合。好，那这是今天的案例，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或分享哦。想大力支持我的你，也欢迎使用超级感谢的功能，快来制作自己的专属电池组吧。